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。各位听众您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解读由 Nomura 撰写的这份报告。在6月3号，日本央行植田总裁的一场演讲，其实在市场上引发了蛮大的震撼。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带领透视这场攸关日元资产定价的底盘。也就是要解析一下，为何在日本实质 GDP 与消费双双低迷的情况下，日本央行却准备逆势升息，对吧？没错，要看懂总裁这次看似比较温吞发言背后的决心，我们必须先切入这份报告中探讨的那个双重政策支柱段落。过去日本央行的首要考量一直是第一支柱，也就是景气基本面嘛。对，但第一季的实质 GDP 表现明显很疲软。如果单看这个指标，其实根本没有升息的条件。现在的决策焦点显然已经全面转向了第二支柱。所以决策层现在是极度担忧物价上行的风险，还有就是升息太晚可能给金融市场带来那种毁灭性的副作用。确实是这样，日本常年都在对抗通缩，但目前的通膨压力已经让他们意识到，如果继续拖延，后果将不堪设手。这个是不是就像开车一样，就是虽然引擎有点没力，也就是我们刚说的第一支柱疲软，但眼看前方快冲下通膨悬崖了，第二支柱的风险已经迫在眉睫。现在如果不赶快温和地踩刹车，未来被迫暴力急刹，反而会造成车毁人亡。非常贴切的比喻，真的就是这样。既然决定要温和踩刹车，这份报告就进一步分析了日本央行会如何操作，来避免在债券市场引发连环追撞。所以具体会怎么做？关键在于即将公布的国债减额计划。央行将会透过明示减量将在不久后彻底停止，来为超长债市场铺设一块关键的缓冲垫。等一下，宣布停止减量，为什么能当作缓冲垫呢？因为金融市场最怕的就是未知嘛。如果央行只是说要减少购债，债券交易员绝对会恐慌，不知道底线到底在哪里，从而引发大规模的盲目抛售。了解，所以如果央行给出明确的终点线，市场的不确定性被消除，恐慌情绪就会得到缓冲了。完全正确。而且目前高达2.2%的损益平衡通膨率，意味着市场预期通膨将长期高于2%的目标，这逼使日银必须展开行动。对比美债5%的利率红线，这种政策常态化的预期，说明了全球聪明资金将开始重塑套利版图，并逐步转向日元优质资产。可是，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想，6月的会议如果既宣布升息，又同时缩减购债，这等于是两剂猛药同时下耶，难道不会引发市场流动性瞬间抽干的恐慌吗？您点出重点了。这正是这份报告特别警告的第一大双向风险点，也就是升息与减额同时落地时的那个技术性踩踏。技术性踩踏听起来蛮危险的。对，当流动性瞬间收紧，所有投资人都急于调整部位，这确实可能让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出现非线性的瞬间暴涨。哇，我理解技术性踩踏的危险了，但他们同时还得在国际局势上走钢索吧？如果遇到像是美伊协议破局这类的地缘政治黑天鹅，油价一旦失控飙涨，日本央行该怎么办？那就是这份报告中提到的第二个非线性风险的。一旦全球油价失控，输入型通膨会瞬间压垮日本国内经济，到时候日本央行将被迫彻底放弃温和渐进的路径，也就是转向会严重破坏实体经济的暴力升息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最糟的那个车毁人亡剧本。既然局势如此紧绷，作为投资人，我们接下来该盯紧哪些实战指标呢？接下来2周，请您紧盯日本大型寿险公司对10年期与超长期日债的净买入数据，这能反映国内长线资金的真实动向。同时，也要密切注意美元对日元在155至159关口的外汇干预节奏。这2个指标真的非常关键。在您观察这些指标的同时，不妨思考一个更深远的问题：当日本长达数年的超低利差红利彻底终结，这场全球资金的板块挪移，是否也将波及您手中看似安全的非日元资产？这绝对是接下来市场洗牌的关键。是的，这的确是未来几个月所有投资人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。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摘要。
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络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警语：本报告提供的资讯仅供参考，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买卖操作的推荐。